欢迎来到 Nine Dragon 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今天我们想向您发送以下时事通讯：王一博出演罗辑，张艺谋版《三体》是否会重蹈徐克的覆辙？某博主爆料，王一博下一部戏是张艺谋执导的影片《三体》，饰演男主角罗辑，可信度不高。平心而论，个人以为可信度不高，理由非常简单。张艺谋版《三体》极有可能是一部顶级制作的影片，顶级制作的影片大概率不会启用流量艺人出演主角，特别是在其没有得到过电影市场认可的前提下，所要承担的风险实在太高了。当然了，世事无绝对，当初有人声称王一博将主演张艺谋的《三体》时，个人也是不以为然，结果打脸了。事实证明，彼时了该片的制作水准，除了剧情言之无物，动作戏更是变成了魔法对轰。张艺谋版《三体》太敢拍了，3部内容改1部，王一博演罗辑呼声高。《三体》影版引关注，张艺谋欲将所有章节融入一部电影遭质疑。剧本改编，特效成难点，选角相对放心。作者呼吁找实力编剧，避免电影版成笑话。在网飞拍《三体》时，刘慈欣就说过，这只是个开端，路还很长。于是我们在看完动画版《三体》、国剧版《三体》以及网飞版《三体》后，又开始等待国师张艺谋的影版《三体》。这条路其实挺长啊。首先我要说一下自己为什么不太期待影版《三体》。可能有人会猜测我是对导演张艺谋没有信心，这个担心确实是有，但并不是主要原因。要知道，有国师称号的张艺谋，虽然擅长的风格是东方性和文艺性，但是他拥有足够成熟的指导能力，再加上这2年不停地尝试新风格，在很多电影赛道都获得了成功，没人能够否认他是国内最好的导演之一。张艺谋选角一直很有眼光，不管是素人还是成熟演员，他总能将他们放在最适合的角色身份上。目前《三体》项目在选角阶段，虽然没有官宣，但是豆瓣主页已经将王一博标在了演员阵容当中。我个人盲猜可能性很大，因为在年轻男演员中，王一博不管是颜值、个人气质还是演技都顶在前列。而且他的演员气质和应用物理学科学家汪淼、面壁者、只见人罗辑，把自己的大脑送上太空奉献给阶梯计划的云天明都有相似的地方，他的加盟可能性很大。还有很偏好东方风的张艺谋，对叶文洁这个人物不会忽视，目前网友们的建议很有野心，想要巩俐、章子怡、周也分别饰演老中青3个时期的叶文洁，我觉得这个建议很好，但是可能性不大，基本上可以放弃，人要现实点。至于史强、张北海、韦德、比尔、西恩斯这些《三体》中的其他人物，选角我都不担心，因为以老谋子的面子，国内外演员基本上都能买单，挑个适配度的演员不是难题。现在我最希望的就是电影版《三体》找一个非常有实力的编剧，弥补老谋子自身剧本欠缺的瑕疵，别到最后花了4-5年时间，投入了巨大的资金、人力、物力，最后让电影版《三体》成为一个笑话，那我宁愿影版《三体》永远搁置。言归正传，张艺谋版《三体》尚在筹备阶段，目前的卖相无疑是科幻大 IP， 但最终的成品会不会重蹈徐克的覆辙，
只能说想要获得观众的认可难如登天。原因是张艺谋计划将《三体》3部曲改编成一部电影，而且不一定从头开始拍，大致可以理解为截取原著中的部分剧情重点描述，其他内容要么删除，要么压缩成故事背景。似曾相识的操作手法，《射雕英雄传》侠之大者便是如此，所以不得不替张艺谋捏一把汗。在此基础之上，张艺谋版《三体》的成败就取决剧本了，既要维持原著给予观众的科幻吸引力，又得保证故事的连贯性、完整性，编剧可谓压力山大。回顾刚刚过去的春节档，其实不难发现，包括《封神》第2部、《战火西岐》《射雕英雄传》侠之大者等影片在某些方面已然做到了极致，譬如前者的动作戏，后者片头部分的战争场面，妥妥的顶级制作水准。可惜剧本不给力，严重拉低了整部戏的观赏性，从而导致口碑与票房皆不尽如人意。再者便是张艺谋的指导风格，至少在九龙编辑部看来，其最擅长的影片类型是文艺片。至于商业片，口碑则呈现出明显的两极分化，往往是画面美轮美奂，可剧情却乏善可陈，让不少人对张艺谋是否能驾驭科幻题材的影视作品产生了怀疑。类似的怀疑并非无的放矢，年纪偏大的导演对新事物、新技术的掌控力普遍不足。徐克曾经是最会拍武侠片的导演，但通过《射雕英雄传》侠之大者可以得知，在将特效运用到动作戏的拍摄过程中，其的表现让观众大失所望了。74岁的张艺谋只比徐克小1岁，恐怕也要面临相似的难题。实际拍摄成果不仅不是观众想要的样子，甚至不是自己想要的样子。结语：作为观众，九龙编辑委员会只是希望张艺谋版《三体》不要如同9层妖塔一般，除了片名和人物借鉴了原著，内容完全是另一个俗套且八竿子打不着的故事。这只是九龙编辑部的个人观点，不喜勿喷。感谢您观看视频。如果您发现此新闻通讯有用，请不要忘记点赞、评论和订阅。祝您生活愉快，再见。